大家好，今天来拆火星塞。因为怎么说，我自从换上这个 1.8 的烤耳以后，这个是我第一次拆火星塞。那在之前曲轴、凸轮轴感知器更换以后，那个影片里面我有拍到说，就是因为可能凸轮轴、曲轴跟烤耳这三样可能都故障的状况下，那个火星塞它是只有点火头那个点会亮，其他都是就是很黑就对了。应该在那一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今天就是更换完这三样东西以后，第一次来清火星塞，顺便检查一下它的燃烧状况。因为之前故障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说可能活塞顶，因为看火星塞就可以去推断说活塞顶应该是碳灰也蛮多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说，更换完这三样东西以后，火星塞的点火状况有没有恢复正常？因为说实在话，一颗引擎的好与坏，多半看火星塞都看得出来。那我现在就来拆咯。那过程中我就是可能会稍微跳过。然后在把火星塞导线的时候，记得不要拉线哦，你拉线很容易让里面那个导线断掉，一定要拉这个头。我们先从第4缸开始好了。这是第4缸，这是第3缸，这是第2缸，这个是第1缸。好，我换个地方。好了，第1缸、第2缸、第3缸、第4缸。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是，我从哪一缸拆起来，我就会装回去原来那一缸。因为可能考虑到比较方便，可以去观察活塞的状况跟每一缸的燃烧的情况，然后再就是螺牙的问题。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每一缸跳着换，你譬如说你把第1缸拔起来，你没有记它，结果你误认为是第3缸，结果那颗火星塞可能状况不错，你就误认为是第3缸的状况很好，结果别缸的火星塞状况不好，你会误认为是那一缸出问题。这个可能会牵扯到，如果你自己要 DIY 清洁燃烧式积碳的话，你可能这样就会产生误判。所以我都习惯就是哪一缸拆起来就装回去哪一缸。那反光好严重，不知道这样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？燃烧状况算很好，有淡淡的褐色。然后积碳的话，边边这边也是淡淡的碳灰，轻轻一刷它就掉了。这个是没办法避免了，因为
你炭灰的话，一定是燃烧完的一些杂质就卡在上面。尽量不要是那种很大块坚硬的，那个就比较不好处理。那火星塞的清洁，我基本上几乎每一次拆到火星塞，我都会聊到，所以可能比较不清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那几片，不管是拆摩托车还是拆汽车的影片，只要有拆到火星塞，我几乎都会讲。很多人说那种贵金属的火星塞不能去清洁它，主要是因为怕你在刷的时候把那个点火头弄坏。所以在刷的时候，只要你在刷头的这边的时候，就稍微轻一点。然后要大力的话，就从背面刷。当然啦，尽量不要大力是最好。然后大概轻到这个程度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是外表，它内部的话就是拿自己做的工具稍微刮一下，很干净，没有什么积碳。因为像我刚刚讲的炭灰，这是没办法避免，因为只要是燃烧，一定会有炭灰。但是当你燃烧完的残留物太大块的时候，它卡在上面就会变成是那种比较顽固的积碳，那个就表示你的燃烧效率还没有到最好的状况。我的感觉啦，真的你的燃烧状况如果真的很好的话，它都是粉状的炭灰，它不会是块状的。然后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在清这个点火负极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譬如说双白金，或者说因为有分单白金跟双白金，单白金就是这个点火头，它有白金的成分。如果是双白金的话，就是这边，我不知道这样能拍得出来，有没有？在那个地极那边，就是这一块，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白点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白点。那个就是双白金，它两边都有那个特殊金属的成分，所以你在刮这边的时候要小心，这边你不要去用力刮它，轻轻的就可以了。然后观察一下它的陶瓷，陶瓷应该看起来是不错，不会黑，没有供油过浓，没有白，也就没有稀薄燃烧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就是火星塞的清洁。那另外3颗检查一下，第2缸跟第1缸没有差别太大。第3缸。第4缸，每缸的点火状况，它的燃烧状况几乎都差不多，然后上面卡的都是淡淡的炭灰而已。好，稍等一下，好了，4颗都清好了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们在拆火星塞的时候，如果你拔起来的时候，这边都有油的话，这边，那就表示是你的气门室盖上面那个油封破了。那个不严重的话，就看了；不严重的话，可以不要太理它。但是如果你不理它的话，可能会导致你的火星塞帽插下去的时候，这边可能会漏电，
会有这个风险在。所以基本上如果拆下来这边都有油的话，还是建议换一下好了。然后等我一下，我去拿手电筒，看能不能看到活塞顶的状况。我不知道这样你们刚这样子有没有看到？四个活塞顶，它上面上面有个黑点，有没有？那个不是积碳，那个是刚刚一个有点类似小树叶掉下去。现在有看到吗？每一个活塞顶都是金属颜色，都没有积碳。一般来说，这样就表示燃烧状况算优良，不敢说是绝对最棒，但是至少没有积碳的产生，多半都是好现象。还有一种状况就是，如果你的水道有漏水的话，就是你的气缸床垫有漏水，水如果有跑进去燃烧室里面的话，也会造成气缸或活塞顶会变很干净，但是你的那个症状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水会一直减少。如果你的水会一直减少，然后你的活塞顶又很干净的话，那个多半都有可能就是你的气缸床垫有开始在漏水。但是基本上要4个缸都在漏，这个几率是很小。多半来说都是可能1到2个缸，你会发现它的活塞顶很干净，另外两个缸可能就是会有稍微的积碳，那个就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不好意思，因为可能你们看我现在会有点雾雾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镜头有一颗水珠在里面，有水汽啦。那可能就先委屈一下各位这一片。然后要装活性塞上去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螺牙，稍微注意一下，看有没有卡很多积碳在上面啊，或者说螺牙有没有受损。因为如果你螺牙受损的话，你还硬锁，然后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气缸盖的螺牙跟着就受损，所以稍微检查一下会更好，避免不必要的开销。好，这就是4个活性塞，1、2、3、4缸，陶瓷体每个几乎的燃烧反应都差不多，然后点火间隙大致的量测也都没有误差太大。如果没有去敲击到的话，大概是都不会有太大的误差了。当然，如果有活性塞量规的话，下去测量是最好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之前的片子我也介绍，像这个锯板的厚度都是固定的，你就大概去推算一下。因为我之前真的买过那个活性塞那个间隙量规，它是不准的。我也有碰过这种东西，这种状况，所以后来我大概就是都用锯板下去做一个大概的量测。真的最准，那可能就是要拿那个
游标卡尺下去量。我之前也有介绍过。那装火星塞的过程我就先省略掉，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好介绍的。还有就是火星塞要上去之前，除了螺牙以外，火星塞还要检查这个陶瓷体，你的陶瓷体有没有裂痕。如果你有裂痕的话，也很有可能会引起就是漏电，甚至可能你在拆装的话，有可能就是火星塞会断在里面，这个都很危险。哦，对了，像有网友问说，我的系导线是留用什么车的？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，那我这边再讲一遍好了。这一组是福特的 Metro Star 的2.0 版，还有就是系导线在安装的时候，因为 Metro Star 的这一组，它这个线跟这个橡胶塞，它稍微可以活动，你可以试着去调整它的，就是比如说长度，仔细听哦，我不知道这样你们有没有听见。有没有听到咚一声？那个咚一声就是火星塞冒那个点火机扣上去的声音，然后稍微压一下，然后你也可以调整它的密封性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这一次换完曲轴感知器、凸轮轴感知器跟1.8烤耳以后的第一次火星塞检查。就像刚影片呈现的，火星塞本体看起来燃烧状况很好，然后活塞顶，每一颗活塞顶它上面都没有积碳，都是金属颜色跟就是一般的燃烧的状况。你4个活塞如果有1-2个上面很干净，其他的有卡蛮多积碳的话，这个要么就是像刚刚讲的，有可能是活塞气缸床垫漏水进去，因为有水在里面的话，水它含氧量比较高嘛，然后它的爆炸状况会更好，水也有清洗的作用，但是那个在汽车上算不是好现象。当然了，有些大型的比较重改的改装车，他们可能会装水喷系统。多半有水喷系统的车，活塞都会比较干净，就是因为水它就是氧跟那个什么东西造成的，所以它的燃烧状况会更好，也会帮助清洁。但是如果只是一般车辆的话，像我刚刚的状况，我4颗活塞都很干净。一般来说，你如果要同时4个缸都会漏，气缸床垫4个缸都在漏水的话，那个车在开起来一定都不好开，所以这个大致就可以推断。当然啦，你譬如说可能就是那个几率比较低啊，如果你4个缸，你有1-2缸严重积碳，也有可能是火星塞有问题造成，或者导线有问题，甚至烤耳也都有可能。所以就是有一个朋友问说，他问我什么我忘记了，我是回答他说，这个没办法去很直截了当的判定了，因为就像我刚跟你们讲的，活塞顶上面有没有积碳，它会造成它有可能影响它没有积碳的因素太多。你有可能是气缸床垫漏水，会进水，然后也有可能是燃烧效率很好，然后也有可能如果突然积碳的话，就1-2缸积碳的话，也有可能是火星塞有问题，导线有问题，甚至烤耳也有问题，都有可能。所以我只能说在 DIY 上没办法说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，只能说一样下去推敲了。就像有个朋友问我说，是不是曲轴感知器跟凸轮轴感知器换下去以后，
我的症状就好了。但是照理来讲，如果能够判定是什么东西故障的话，当然是换上去就好。问题是引擎这种东西，内燃机这种东西，它并不能说你针对一个故障状况，你就可以指定是什么东西坏掉。就像以燃烧式机胎来讲好了，你有可能是汽油不好，也有可能是那个空气流量计有问题，含氧感知器有问题，都有可能。突种那些基本上会影响到一颗引擎表现的东西太多了，因为毕竟燃烧就是3个要素嘛，空气、点火跟燃料烧的东西，就是燃烧就是这3个要素嘛。那会去只要这3个的混合比，就是空燃比不对的话，就会出现很多状况。你就要去慢慢的去推敲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出问题。这样讲应该能够了解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吧。还有一个朋友他说，他这一根，因为他换的肥厂它是没有这一根的预留孔，所以他逼不得已这边只能装小香菇头。那如果我说实在话，我是真的不建议这边把它改成小香菇头了。如果那位网友在看的话，我会给你个建议，就是如果空气流量计坏掉的话，我们只会换上面这一个东西，下面这个是没有再换它。我会建议你就是可能想办法在这边装个孔，然后装个小的接头，直接让它导到这边来。你不要钻前面哦，你钻前面的话，你的油气可能会污染到空气流量计，会导致它的损坏几率变高。所以可能因为矽胶管这种东西，你千万不要去切割它。你可以这样切割没关系，你可以顺着它，因为它毕竟是一直缠绕，你可能可以顺着它的方向去切割，你不能纵向哦。它这样子缠绕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上面都有缠绕的痕迹，你这样割，这一颗马上就挂掉。所以说，你可以顺着它的痕迹去把它截短。但是你千万不能这样切。为什么我不建议这个朋友他在上面开孔？就是你在上面开孔就会破坏它的缠绕性，它一定会就从这边直接就从这边破掉。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，你可能可以在这边钻个孔，因为说实在话，这个盖子你去杀肉场找，甚至买一颗新的，应该也没有很贵，就这边钻个孔。装个那个类似这种头，塑胶的也可以，去买配一个合适的，钻过去，然后里面用螺母锁住，然后直接就接一根小的管子到这边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换完 1.8 卡瓦以后，火星塞的检查、燃烧室的检查、活塞井的积碳检查跟回复2位朋友的问题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